耀清仙州之上，有这样一位神秘的侠客。一说他是耀清街头巷尾传闻中的鸦羽怪人，惩奸除恶，来去无踪；一说他是药王秘传养育的孩子，是经年累月的药剂试验中少有的幸存者；一说他是飞霄的隐卫贴身保镖，却在履行职责的同时，不断对飞霄发起暗杀行动。今天的走进星穹，就让我们一同来走进这位神秘隐卫不为人知的真实一面。墨泽是寻猎命途的雷属性角色，为破除黑暗，他便化身黑暗，潜入黑暗。释放普攻，墨泽将基于自身攻击力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雷属性伤害。释放战技，墨泽使指定敌方单体成为猎物，随后亮出短剑，电光火石之间便对该目标造成雷属性伤害，并获得一定充能点数。值得注意的是，墨泽需要至少1名队友在场才能释放战技。当场上没有其他可以战斗的角色时，敌方目标的猎物将被解除。当墨泽使敌方目标成为猎物时，他自身将进入离场状态。离场状态下的墨泽无法成为技能选择的目标。当猎物被消灭时，墨泽也将解除离场状态。我方角色攻击处于猎物状态下的敌人后，墨泽会对该目标造成一次额外的雷属性附加伤害，并消耗1点充能。每消耗一定充能点数，墨泽就会对处于猎物状态下的敌人发动一次基于自身攻击力的追加攻击。当充能点数被清空时，墨泽将解除敌方的猎物状态。请注意，天赋的追加攻击不会消耗充能点。释放终结技，墨泽化身为无迹可寻的黑羽，于无人察觉处骤然出手，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基于自身攻击力的雷属性伤害，并立即对该目标发动天赋的追加攻击。解锁特定刑技后，当墨泽释放终结技造成伤害时，将被视为发动了追加攻击，且猎物受到追加攻击的伤害提高。当墨泽释放追加攻击后，将使队伍回复1个战绩点，该效果每经过一定回合可触发1次。探索过程中，墨泽能够释放秘技进入隐身状态，持续一定时间。隐身状态下的墨泽攻击敌方目标进入战斗，将使自身造成的伤害提高，持续一定回合。综上所述，墨泽的核心机制在于通过我方目标不断攻击猎物，来对猎物造成附加伤害，同时消耗充能点数，并在消耗达到一定点数后对猎物进行追加攻击，为队伍带来可观的伤害收益。下面一起来实战中感受一下耀清顶级隐卫的压迫感吧。墨泽释放战技，选中幸运嘉宾，使之成为猎物，获得一定点数的充能，并进入离场状态。猎物出手攻击加拉赫，加拉赫毫不犹豫还了猎物一击，紧接着又对其释放终结技和强化普攻。可以看到，每当加拉赫攻击猎物时，墨泽都对该目标造成一次附加伤害，并消耗1点充能。在消耗一定点数的充能后，墨泽对猎物进行了一次追加攻击，速伤紧随其后，又给了猎物一连串毫不留情的打击。墨泽在此过程中再次消耗足够充能，对敌人进行了第2次追加攻击。只见他释放终结技痛击敌人，在终结技和天赋追加攻击的双重打击下，敌人干净利落的下班，消亡了，下班收工。虽然今天的影像中我们只展示了墨泽对飞刀短剑的使用，但事实上对这位耀清的顶尖侠客而言，万物皆可成为趁手的武器。据说鸦羽怪人这个外号就源于他用一支平平无奇的羽毛笔送3个恶棍去见了慈怀药王的事迹。另外，由于鸦羽怪人同好会向本节目求助，认为墨泽的工具都不够日常，也不够安全，满足不了他们和墨泽使用同款的心愿。为了满足大家的心愿，经过又一次不便透露具体操作的努力，本节目通过一位叫做娇娇的神秘人士拿到了墨泽手机壳的珍贵设计稿。至于该协会强烈希望的让大家最爱的墨泽给我们送来一句祝福的请求，他上回从演播厅离开的时候祝我工作顺利，可自那之后我就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这鸦羽怪人不会也是个乌鸦嘴吧？季敏，你是双胞胎啊？怎么不跟我们说呀？我不是啊。那这是？这谁呀？